大家都说新加坡是个被政府锁死的工资池，你存进去的钱一辈子都要被绑住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并不是金手铐，它更像是一台超级利息提款机。问题是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怎么正确操作。那我今天就问你一个扎心的问题：2026年，如果你还沿用老套路一笔一笔存，你损失的绝不仅仅是利息，还有政府给你的退税红利和复利优势。白白的钱放在那里，你是想主动放过，还是打算好好薅一把政府的羊毛？别急着回答，我保证今天的视频绝对会颠覆你对的认知。我们不讲废话，只给实用攻略，手把手拆解2026最新的填补逻辑，从如何合法避税到如何用纸面上的免费复利帮你的爸妈薅满羊毛，只需要7分钟，你就会发现并不是限制我们存钱的牢笼，而是帮助我们成为长期主义者的赢家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我们来直接讨论一个问题，同样存1.6万，你是愿意放到银行拿每年 0.5% 的定存，还是冲到账户每年赚至少 4%， 甚至更高的利息？听起来没差多少，那你错了。30年后仅靠复利的增长，这笔钱的差额至少够你买半套黑布。相信我，这不是夸张，这是数学。那这里包含哪些具体操作步骤呢？我们一步一步讲清楚。首先，第一个关键点就是税务减免，也是很多人最容易漏掉的一部分。假设你的年收入在8万新元、12万新元之间，你的边际税率差不多在 7%到 11.5%， 对吧？如果你通过填补每年存够最高额度16000新元，意味着什么？你将直接减少大约1840的税款。换句话说，政府直接把1840新元白送给你，只是因为你存了自己未来要用的养老钱。听懂了吗？税务减免本身不是投资，也没有任何风险，你不需要赌什么股票涨跌，政府直接用现金奖励你存钱，这简直是一个风险收益比无限大的操作。接下来是关于时间的重要性，这个点如果你错过了，直接丢掉了整年的利息收获。你知道吗？的利息是按月计算的。如果你在1月1日就转入16000新元，那意味着你可以享受整整12个月的 4% 复利利息收益，每个月大约50新元甚至更多。如果你拖到12月才转入，不好意思，这整年的利息直接没了。这个差额看似小，但想想看，1个月的利息够让一个家庭吃10顿杂菜饭，这笔钱为什么要浪费掉？所以行动越早，收获越多，尤其是复利的滚雪球效应。第三个操作就是给父母薅羊毛，也就是利用政府的 MERS（Matched Retirement Savings Scheme） 计划。这个计划你可能听说过，但具体怎么用，我给大家拆解一下。简单来说，政府对于55岁以上父母的账户填补，会给你1比1配对补贴，每年最多600新元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给父母的账户填补600新元，政府会直接送给他们另一个600新元，这是不是像核弹级别的免费红包？有人可能觉得600块不多，不值得折腾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这其实是100%的无风险收益。你现在去任何投资银行也找不到一个长期回报率100%的理财产品，更别说零风险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政府福利，如果你不帮父母拿满都说不过去。好，那我们说完这3步以后，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的利息为什么这么高。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，银行定存的利率做不到1%，而却可以轻轻松松给到 4%， 甚至 SA 账户的 5% 到 6%， 你想过吗？这些钱到底是怎么来的？答案其实就藏在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，也就是 GIC。 这些资金并没有被锁在某个账户里睡大觉，他们被政府用来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产配置对冲通胀，也就是新加坡政府用你的钱去全球市场赚更多的钱，然后把收益的一部分以高利息方式返还给你。说到这里，你会发现从来不是单纯的福利，它是一个高效的国家储蓄机制，既保护个人养老，也让政府的主权财富基金能长时间运作，这才是新加坡操作的核心逻辑。真实情况是，新加坡的养老金制度最终是为保护你自己，而不是限制你随意动用资金。政府帮你用时间换成长远收益，确保你年老时有足够的钱，不会拖累社会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填补是不是人人都合适呢？答案其实并不是100%。这里有几个适用范围以外的提醒，你一定要听清楚。第一类，计划买房的人，如果你打算买房，注意了，填进 SA 和2A 账户里的钱
是不能动用来支付房子的首付。所以，如果近期有房产购买计划，你填补根本帮不了你的当下需求，反而可能让你的首付款更难凑齐。第二类，现金流紧张的家庭，如果你家庭的存款连未来1年的支出都覆盖不了，那就先不要填。尤其是家庭有生病医疗、大额消费需求的时候，任何存进去的钱都是锁死的，不能拿出来急用。第三类，高收益投资者。最后，如果你是股神，能稳定做到年化收益率15%，那恭喜你，这4%到6%的利息确实显得很弱。但我也要老实问你一句，你真的有这个能力100%稳定赚到15%吗？了解了这些适用场景，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动手，什么时候不能乱来。最后，我们要提前看今年，也就是2026年的政策变化，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新逻辑。目前的 SA 账户存款规则将在2026年正式调整，届时55岁以上人群将无法享受传统 SA 的超额利率。怎么办？只能提前做好规划，务必优先填补进 RA 账户，并尽早达到 2S 的最高额度。根据政府规划，2026年的2S将涨到44万新币，听起来高，但它可以提供的每月退休金回报是非常值得的，最多可能达到每月3440新元的生活费，这对未来养老有非常重要的保障意义。所以早存早买安心，别拖到政策落地后才后悔。好啦，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拆解了填补的合法套利全攻略，包括税务减免、福利优势、父母仗义，甚至2026新规后的新逻辑。总之一句话， 奖励的是长期主义者，用好它，你将来适应养老又有底气。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填补的问题，直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会一一回复大家。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分享给你身边关心财务的人。下一期我会做更硬核的教程，包括亲属证明如何提交、Giro 怎么设置等等，关注我别错过。我是阿明，我们下次再见。